这就是传承了几千年的手工剥茧抽丝。你们看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古法的技艺。这个呢就是蚕丝了，摸起来啊特别的丝滑，而且非常的结实，这就正儿八经的蚕丝。这个蚕丝是怎么做出来的？今天阿波来到了中国的蚕丝之乡，带你去还原一下古法技艺做蚕丝的过程。古法工艺的剥茧抽丝呢，需要先把蚕蛹呢放在这个锅里面煮，大概煮2个小时左右。煮完之后的蚕茧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子，软绵绵的，里面呢都有蚕蛹在。那么阿姨呢，现在正在把蚕蛹剥出来，这是剥茧抽丝的第2道工序。阿姨现在正在操作的这一步呢，叫做开棉。阿姨，现在我们一次性大概要套几个呀？一次性要套4个。就开完棉之后呢，要把这些蚕丝拿过去晾晒。这个呢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古法工艺。在阿姨的指点之下呀，我也准备来试一次这个拉棉。现在水里面给它洗一洗是吗？哦，这个就废了，这是第一步就废了。那我重新再来一个。哎，有什么技巧吗？哦，这个要这样子扭，你那样子拉好的了。哦，要这样子拉。哎，这样子拉，我蘸点水，这样子拉。拉。啊，拉散一点。然后把它套上去。套不了的，你这个垫不来呀，不要上底。我讲。我只能拉这么大。有难度。难度啊！我这个是坏了是吗？长带拉来长带的，要拉得上呀。哦，这个不行，还是让阿姨来给他补救一下啊。拉对长带你的，拉来嘎带你。所以看着很简单啊，这拉起来啊还是有难度的。我这个还有补救的机会吗？你看好做呗。我们看阿姨能不能把它补救回来。哟，看好做哎，拉开了。你们看一下，哇，真的是厉害。但是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开棉的时候不会特别的均匀，所以它晾晒干之后做出来的蚕丝被啊也不会特别均匀。但是现在的科技啊就避免了这一缺陷。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到工厂里面看一看现代人是如何进行开棉的，到底是古法的工艺好还是现代的工艺好？走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现代剥丝抽茧的工厂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挑选好的蚕茧，我们要把这些蚕茧呢，先放到这个缫丝机里面来进行缫丝。来，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缫出来的丝像不像鹌鹑蛋一样，晶莹剔透，非常的亮。这个呢，就是机器剥丝的第1道工序。那么剥出来的丝到底长什么样呢？出来了，哇，这就是蚕丝，这么长吗？出来了，刚刚做出来的蚕丝呢，还是有点黏糊糊的。烧湿之后的蚕丝呢，要放到这里的进行高温的清洗，大概要清洗3次。这3次的清洗呢，主要就是为了把蚕丝里面的一些粘稠物给它清洗掉。那么清洗3次之后呢，要放到这里进行脱水甩干，甩干以后再烘干，这样子蚕丝基本上就已经做成了。脱水之后的丝胎呢，要把它放在这里呢，进行再次的检查，主要是检查这个蚕丝里面有没有一些丝巾跟亮丝。这里呢，就是已经完全做好的丝胎了，哇，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。这个就是机器剥丝抽茧之后的丝胎。这个丝胎呢，它出来之后啊，要在这里呢进行机器跟人工的双重检验跟检测，主要呢，防止这蚕丝里面它会有一些其他的杂质，比如说一些小金属。经过检测合格之后的丝胎呢，还要在这里进行人工开棉。你看四位阿姨的手法非常的娴熟，这个目前来说是没有办法用机器做的，从古至今只能够用人工来进行开棉。开棉之后的这个丝胎呢，大概可以拉将近20米左右。你们过来看一看这里来，看看它的光感，这个光感就是珍珠的光感，象牙白。经过人工开棉之后的蚕丝呢，还要在这里进行2次的挑选，把里面的丝巾跟一些亮丝全部挑选出来。你们看，阿姨们把这个蚕丝拉出来之后啊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粗的蚕丝，这些呢就是没有剥干净的，可以拿出去呢用2次的人工再次进行剥茧，然后呢再进行手工全幅网叠，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。这个工艺啊，可是传承了好几千年的，所以古代人做蚕丝也是这么做的。像一床1斤左右的蚕丝被，要这样一层一层往上叠，一共要叠10层，
所以做蚕丝被啊，需要用匠人的精神，细雕慢琢。这个就是已经基本上要做好的蚕丝背心了。你们看，就像云朵一样，非常的轻盈，但是它特别的暖和。这就是正儿八经的蚕丝。用这样蚕丝做成的被子啊，盖在身上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。这里是源头工厂，来我直播间正在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我现在来到了上海，这里也是我第一次出来工作的地方。10几年前，我独自一个人从家里带了100块钱，来到了上海找工作。直到现在，那种场景还历历在目，我还依然觉得这里非常的熟悉。我还特地去了自己以前工作的地方、居住的地方看了看，但是该拆的全都拆了。上海的变化真的好大好大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样子了，都已经物是人非。唯独上海的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。今天我又再次来到了上海，主要是受到上海水星家纺总部的邀请。5月20号上午，我会在上海有一个水星家纺专场的直播。我们人一辈子啊，有1/3的时间都在睡觉，一床舒服的床上用品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一次呢，我给大家准备了4件套、蚕丝被、夏被、空调被，全部都是源头的批发价格，而且呢，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手机、免费的黄金手镯，当然还有很多9块9的源头的流量福利品。点击预约，5月20号上午8点，水星家纺总部，不见不散。你见过千年一遇的铁树开花吗？阿姐你好，听说你们这边有一棵千年铁树开花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今年呢开的是最多的，开了10几朵花。开了10几朵花，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岛上，有一棵千年铁树，开出了10几朵花，而且其中还有一对是双胞胎。铁树开花，见者富贵。希望所有看到它的人，你们的孩子都能够考试顺利，平安富贵。现在我们就一块去看一看这棵千年的铁树开出的花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你们快看，就是我身旁的这棵铁树，8名铁树，它呀可不是一般的铁树。它是来自于古代的琉球国，现在已经600多岁了。都说铁树开花，哑巴说话。你们看到铁树上开的花了没有？它一共开了10几朵，但是这个位置看得不是特别的清楚。我们现在就走近一点，带你们去看看铁树的花究竟长什么样。据说呀，能够看到它的人都会花开富贵、平安吉祥。你们过来看一看，这个就是铁树开出来的花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而且一层一层的特别有层次感。都说铁树开花千年一遇，很多人都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今天是不是看到真的了？你再来看一眼，这个铁树的花呢，又尖又长又粗，像什么？像不像雄性激素满满的感觉？它呢就是雄花。有人说铁树的花竟然还分雄雌吗？当然了，这个就是雄花。那么雌花呢，它就像花菜一样。雌花不仅开花，而且里面还结果呢。这棵铁树呢，它开出了10几朵的花，在我边上这里，据说呢还有一个双胞胎，带你们来看一看。这就是铁树开出来的双胞胎了。这个双胞胎呢，目前还比较小，而且上面还长出了很多的，你看，塑胶，哇，软软的、QQ 的、弹弹的。边上还有一朵大一点的，大家往这里看，在树心中间长的那2朵相对来说就比较大，而且这一朵呢也非常的大，它像不像佛祖头顶的那个佛罗髻发？而且这里头你看，这边还有一朵，下面这还有2朵即将要开了。这一棵铁树为什么会开这么多的花？真的是1000年才开一次吗？其实啊，这棵铁树每年都会开花。有人说铁树开花1000年一遇，为什么它会每年都开花呢？相传这棵铁树呢是来自于古代的琉球国。曾经呢，这个岛的居民啊，到琉球国去往来贸易的时候，经过琉球国稍作休息，发现那边的高山呀发生了山体滑坡，刚好呢有一棵铁树被滑落到了山脚下，他们就把它搬上了船，带回到我现在的小灯岛来进行种植。没想到这棵铁树来到小灯岛之后啊，在第1年种下去的时候就开出了很多的铁花。当地人呀觉得它带来了新的生机，而且又给当地带来了好运跟富贵，就把它视为吉祥的象征。从此呢，这棵铁树在小灯岛基本上都以报恩的方式每年都会开花，尤其是在端午节附近遇到这样的雨水天气啊，它会开出更多艳丽的花朵。
这棵树今年大概开出了15朵左右的花。一棵铁树能够开这么多的花，也是世间罕见。所以铁树开花，见者花开富贵。也希望所有看到铁树开花的朋友都能够实现今年自己美好的愿望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你去看一看黑脸的妈祖究竟长什么样。